Hello，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进行一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来自上海龙智数码的李毅，主要呢平时在工作中呢负责开发部的一些工作。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有机会在这个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这个平台给到我们一个分享的一个机会吧。那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小伙伴分享一下有关今天那个 Jira 工作流这一块的一些个小知识、小内容。希望通过我的抛砖引玉呢，大家进行一个互相的交流、互相的一个学习吧。好吧，那我们就闲话不多说，我们先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好，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凡事啊其实都是有一个流程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流程演讲的流程也好，旅行的流程也好。比如说我们的学习，我们通常是说我们可能要定一个学习的目标，然后这个设定一下我们的一个学习大概要达成一下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呢，通过我们去收集一些需要学习的一些框架资料也好，通过一些学习，我们通过一些总结和归纳，然后可能还会进行一些分享，然后最后呢，可能还会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个过程学习一个过程的一个进度情况是不是 OK，然后呢，指导我们进行下一次学习的一个过程，这样通常是一个学习的流程，是不是？然后我们的一个通常平时去做一些演讲的流程是什么呢？可能是设定一个选题，对吧？明确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个观众可能受众是哪些群体啦，然后选择好我们分享的一些需要演讲的一些资料，然后通过反复的一些训练、反复的一些排练，然后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演讲，并且可能演讲之后还有一些反馈啦，然后一些更新的一些流程这是一个通常的演讲的流程。那么一般我们旅行的流程，大家应该也都平时都很多去参加一些旅行嘛，这边是会有一些我们会选择一个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我们定好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些那个计划，对吧？计划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去预约相应的酒店，对吧？这是一部分，然后预约一下那个景区的一个其他的一些事项都安排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一个旅行。旅行完了之后，可能我们还会有很多朋友圈的一些分享啦，比如九宫格、十二宫格，大家都很擅长啦这一块。反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流程可能是我们事物本身的一个内在的逻辑不管我们是否在平时意识到，其实我们在可能默默的、可能很习惯的已经在遵从某些流程在办事情了，是不是？那我们既然就是潜移默化的会使用这些流程，是为什么呢？其实流程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的，可以明确很显然的有几个好处是这样是可以节省我们的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我们流程制定好之后，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要按照流程走就可以了，不用再去现想去现去安排，就是根据我们的流程去编排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减少我们的错误以及提高我们的效率。这是很显然的，我们只要按照我们既定的流程走，就不会出现一些人为的一些失误嘛。然后还有一些呢，避免重复劳动，还有一些流程制定好之后，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自动化的一些工具、流程的工具辅助我们做一些很多的，比如说邮件的通知啦，比如说反馈啦，怎么样，就不必要去人为亲力亲为的去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了。然后呢，流程的制定也不是说我们就一成不变，是不是？我们会根据一些我们组织内的变化，包括一些公司战略的一些调整，我们会对这些流程做一些适配，发现这些问题，并且解决这些瓶颈的问题，使这个流程更符合我们的一个企业的发展。这样的话，就无形当中帮我们解决了很多企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啦，那些运营当中的一些效率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确有效的一个工作流程是可以带来工作效率的一个极大提高。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流程里面它会安排一些各种各样的角色去参与到这个流程里来，是把每一个人的工作界定得很清楚，也减少了很多这个推诿啦、扯皮的一些事情。那就是把自己的每一个员工的职责定义清楚，这样的话他的工作潜能也好，工作效率也好，都可以实现一个最终可以为带来组织或者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是不是？那么我们既然是说流程我们是在平时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而且使用流程是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就想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流程类的管理工具来辅助我们、来协助我们
来做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 Jira 正是这样一款业界著名的一个流程管理的一把好手啊，它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团队的一个协作效率，它可以跟踪和事务进展的一个情况，对吧？然后 Jira 里面的那个工作流呢，又是其核心特色功能之一啊，它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示这个事务一个流程的一个进展。那么为了更好的这个帮助我们小伙伴理解Jira 工作流，那么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Jira 工作流这些一些基本概念，使我们的一些小伙伴里面呢，就是可以知道大概了解 Jira 工作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吧？那 Jira 工作流的基本上第一点是事务它是从创建到完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路径，是被我们称为是一个工作流，就是一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定义。那么在 Jira 当中呢，工作流呢是由一组、状态以及转换来组成的。那么状态呢，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 Jira 里面那个长方形的矩形的那个状态位，也就是说可能是开始状态，然后进行中的状态到完成状态，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状态。那么那个转换是什么呢？转换是状态和状态之间的那根连线，带箭头的那根线就是转换，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动作，都可以这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那么 Jira 工作流呢，通常包含3个独特的要素，分别是就是刚才提到的状态、转换以及解决结果。那解决结果呢，也是意味着就是说我们 Jira 的工作流到了这个事务的一个尾声了，就是结束了，代表了这个 Jira 的一个跟踪事务到这个点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最终的状态呢，会设定一个解决结果，或者说已完成、已审批，这些都是通常的我们会用的一些解决结果。好，那么想必大家现在对 Jira 的工作流已经有了一个最基础的认识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以下的一些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场景一我们某个项目我们需要由3个部门领导全部审批，我们才能往下走。那这个其实很常见的，比如说一些组织比较大，一些集团类的公司，它可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的话，它可能需要通过一个首先通过业务部门，对吧？需要审批这个项目我是不是要经过一个立项，是不是具备要执行的一个先业务部门去审批，领导审批，对吧？同时我们可能我们相应的产品以及技术团队要审批这个项目我们是否可以承接，是吧？是不是可以做？可能最后可能还需要我们的运营的一些部门领导，负责运营的、负责财务的一些部门的领导来审批我们是不是有预算来做这个项目，对不对？我们可能涉及到好几个项目，要同时来审批这个项目是不是可以进行这是一个场景。那第二个场景呢，也是我们通常会在企业当中经常会碰到，比如说某个需求的变更需要需求变更管理委员会，这个只是我假定的一个委员会也可能其他组织里可能叫其他的名称。那需要里面的一些成员需要80%以上的人审批通过或者叫同意，才能去实施这个需求变更。其实这个需求变更是我们在软件研发场景是最常见的一种场景无论是我们来去做软件研发，去做 CMMI 的那个标准也好，还是现在在汽车软件的开发当中做那个 ASPICE 那个标准也好，其实对需求的变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要做到一个极限管理，比如要追求这个需求变更的。所以说像场景2这个需求是在现在很多的企业里面组织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3是什么呢？可能是某一个决议或者说是一项通知也好或者政策也好，可能是需要公司全员的一个投票，并且我们要根据全员的一个投票要符合什么样的结果，假设是可能是要半数以上，或者说是要3/4以上，对吧？具体看组织的要求可能才会生效。那么这3种场景可能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那么下面呢，我就想给大家的小伙伴发放第一份福利的时间到了就是说我想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看直播间有那些小伙伴可以答上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碰到上述的这种3种业务场景的话，我们通过 Jira 的工作流是不是可以实现呢？怎样才能实现呢？我们的小伙伴是不是可以知道的可以在群里面可以打咯。
回答正确的有那个第一波福利的发放哦，可以实现的是吧？那通过就是说该如何实现呢？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啊，工作流有小伙伴说是工作流转换使用插件是吧？啊，通过转换，那通过转换的话，它怎么是达到就是多人的那个多部门的领导去审批呢？或者完成那种成员80%以上审批这种效果呢？使用插件是吧？还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转换工作流，转换工作流的话，肯定是需要转换嘛，就是说从一个到一个，那他怎么说？就是说有多个部门必须要同时满足条件，然后可能再回到下面的一个大的状态，转换到另外一个审批通过的状态。比如说现在这个项目在待审批，那我们可能要进行3个部门领导分别审批通过之后，我们才能从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才到审批完成，这样。是，其实是差不多。通过工作流的那个，内部的一个流程，所谓的内流程，其实我觉得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新建一些子流程，对吧？我们到了这个审批状态之后，我就创建3个子流程，对吧？3个子流程分别设定为某个角色去审批就好了。其实莫言也提到了，是吧？去设置这个审批，等到这3个角色审批完了之后，这3个内流程完成了之后，那么我们就到了审批完成的状态了，对吧？或者场景2的话呢，也是类似，可以设置。比如说每一个成员管理会的那个管理会委员是吧，都有一个流程让他们去批完之后80%的通过的情况下，我们就转换到另外一个流程，是不是？其实都是类似的哦。那行，我们就继续往下去走。但其实看在莫言知道而有插件是吧？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什么呢？龙之这边开发了一个叫 Work4Wise 的一个插件，其实是专门来应对刚才这种场景的，它可以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2下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而不用去创建很多个审批子任务也好，去编写那些复杂的一些判断的脚本，对吧？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你那个医学下面会挂了很多的那个审批子任务，到时候会干扰你的一些正常的一些流程的一些跟踪。它那些审批子任务其实只是为了审批，对吧？看上去也不美观，看上去也会扰乱你的正常的一些进度的那个实施的一个跟踪。那我们呢，针对这个业界的一些痛点，我们就那个研发了那个 Work4Wise 插件。那么这个 Work4Wise 插件呢，就是专门来解决这个就业问题的多人多节点的一个并行审批，并且可以对审批进行历史追溯的。那我下面呢，我就专门来带大家小伙伴看一看，是怎么通过简单的鼠标点2下就可以实现上面那些复杂的一些场景，好吧？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轻松的去点2下就设置一个审批的流程规则。那假设刚才提到的啊，最初的我们配置好了，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流，我们去开始的阶段，我们是待审批的一个阶段，对不对？然后我们往下走，我们提交审核了，审核了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复审通过了，我们才是说这个审批完成了，是不是？好，这么一个基于一个中国流，这样基于的我们配置好的一个，目前我们要做一个审批流，我们怎么来做并行审批啊？我们只要在插件的那个配置界面上，我们通过这个选择我们这个项目问题类型，然后呢选择这个审批状态，这个审批状态是指这个初审中，也就是说我们流转到工作流提交审批初审之后，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就需要进行并行审批了，对吧？审批通过，我们可流转到提交复审。就做这个动作，我们走这根线，走这个转换，提交复审这个地方如果是审核拒绝，我们做什么动作呢？我们做回到待审核，就是做这个初审驳回，走到待审核我们判断了这些东西我们来在鼠标选几个审批人就好了。我们这里是审批 Anna、Luna、Jackie 这些都是测试用户就是我们选择3个审批人 ，OK， 然后我们这边刚才的这些复杂条件，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需要多少人？我们需要3个人，我们就填大于等于3。我们需要3个人当中2个人通过，我们就选2就好了。如果是全员投票，然后再看结果，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开关打开就可以了，就是应对场景3这个情况，我需要那个投票的情况，全员投票，我们就打开。行，那我们建好这个规则其实我们在一个规则的一个管理页面，我们看到我们初审中也有一个状态。我们在复审中，我们也配置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并行审批的一个规则。那就点2下之后，其实我们规则就已经建好了。
那么我们小伙伴要说了啊，我们项目很多，我们是不是要一一的一个一个项目去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如果我们的一些项目是共用一些工作流方案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工作流方案里面的这个工作流，我们来进行一个规则的配置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选针对某一个工作流生效就行了嘛。下面规则一模一样，我们选那个工作流。这样的话，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工作流配了，使用这个工作流的项目，我们就都用这个审批流程了，对不对？好，就是简单的一个设置，我们就完成了刚才场景的一个规则的一个3个场景规则设置，都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配置做到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它的审批界面有多么个简洁法，也是鼠标小手点一点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初审中这个状态了啊，我们的审批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审批人到了这个界面，我发现哦，我们是需要这3个人当中，我进来的情况下，我就会有展示这么一个面板。他只要点击通过啊、拒绝啊或者怎么样就可以往下走。如果他点通过，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2个待审批了，一个已经通过了。如果是拒绝的情况呢，这边也是说待审批还有2个人，然后1个人拒绝了，然后拒绝的情况呢，可能填一些拒绝的理由，是不是？这样审批的话就是非常简单，要不点通过，要不点拒绝，拒绝可能填一下原因。那如果我们审批通过，假设我们当前的初审中的审批通过了，进入了下一个，我工作人刚才下一个有一个复审的环节，对不对？我们复审环节，这样又会出现一个复审的一个复审当中这个状态，其实我们也设定了一个审批，对不对？这边可能是规则是我们的人数大于等于50%，我们就算通过，对吧？现在已经因为审批是到初审的审批通过到复审嘛，所以这里是最终到了这么一个状态。啊，如果是流程不通过的情况啊，如果是它就回到了待审核的状态，也就是它会走这个审批拒绝的流程，对吧？它会到这个状态，还会在这个待审核的状态重新走。然后如果我们的小手点错了怎么办啊？点错了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流程还没有走到下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点击这个撤销。就刚才如果点错了，那么我们快速的把它撤销回来。哦，那就可以，我们又回到初始的那个带3个人待审批的那个状态了啊。可能撤销的原因，可能你需要输入一下啊。满足流程复审，如果是说这边啊满足通过50%的情况，也就是说2个人，现在2个人啊，1个人通过，就代表啊我们已经满足了大于等于50%的一个情况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工作人员就最终流程到我们的一个叫完成的一个状态。并且在这个并行审批这个原来这个面板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可以去查看我们追溯我们审批记录的一个历史记录，对吧？我们可以点进去，啊，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审批的过程，比如说是怎么样通过一步步审批的，比如说当中撤销撤销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去通过鼠标移动可以看得到，这个就非常方便啊。那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原因必填的一个选项呢，我们也根据做了在那个我们的管理台设定了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开关啊，它如果是需要弹出，那就让它弹出；如果是要必填，我们就让它必填；如果只是弹出不必填，那就把必填关掉。如果连弹出都不需要弹出，直接一点就过了啊，那直接把这个弹出框也给它关掉。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你们的各种场景，是不是需要去设置这个提醒以及那个弹出确认框啊？那么也可以去做一个灵活的配置了，就更加贴合我们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了。好，那么既然有了这些操作简便以及规则配置的简便，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流程执行最重要的一个什么？是一个时效，是不是？我们一些做并行审批可能要提倡一个时效，那么势必意味着我们这款插件也要具备一些审批去提醒的功能，是吧？我们要去提醒我们的老板，我们去帮我们审批这个流程，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提醒是怎么做的啊？我们出发的环节就是审批在什么时机出发，我们可能有3个位置可以。第一个，当流程自动进行到那个并行审批的需要并行审批的那个环节，比如这里初审中，我们内置的会自动给这些待审批的人员去发送那个待审批的那个人去发送邮件啊。这么是一个效果，比如说这些审批人都会收到类似这样的有一个待审批的issue通知
你可以尽快去处理了，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去处理了啊，非常的方便。触发的方式还有第二种，就是说我们去手动催，比如说我们发现，哎呀，我们的老板可能出差啦或者忙在外地哦，没有仔细没仔细看到邮件，那么我们就手动催一下吧。在这里我们在面板里面我们可以去手动去催一下，点击这个催一下，然后就可以去发邮件了，就再发一份邮件。好，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目前内置的一个就重复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开了这个开关之后啊，我们在审批结束之前，我们就每天都会给那些还没有审批的那些领导、一些审批人去发送邮件了，就不用你再去手动点了，它自动帮你点。好，那个刚才说的是一个触发的一个时机啊，我们看一看，就是说除了邮件这个邮件通知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途径没有啊？我们其实是有其他途径的，是不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比较多的话是我们的企业微信的提醒，对不对？我们企业微信也好，飞书也好，钉钉也好，我们都可以做到就是说目前我们内置目前已经标准化的一款呢是企业微信的一个对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通过简单的一个配置，我们进行了那个我们也有一款叫企业微信 WeChat for Jira 的一个插件，配合我们这个 WeChat龙智的那个 WeChat for Jira 这个插件安装一下，配置一下那个企业的一个字节应用，那么这样可以随时随地在企业微信中就可以收到了啊，那个用户可以收到，就在企业微信里面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那个 Jira 里面的那个提醒了。这样的话就是移动化的办公也实现了，可以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审批这个。那为了应对一些那个国外的一些客户的使用情况，我们还拓展了一个 Slack 的一个集成的提醒。也是其实和我们那个企微的那个配置是类似的啊，只要配置好那个 Slack 的那个插件的一个集成，集成好之后呢，做一个人员的一个映射关系，映射好之后，就可以在 Slack 的里面也可以收到我们那个 Work4Wise 发出的一些审批的提醒。好，我们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提醒的模板呀，也做了一个自定义的配置。那这样的话，比如说，这样的模板。这样的模板呢，就可以贴合我们的那个实际的各个组织啊、企业不同的要求，我们可以设定自己相应的一些主题，也可以把这个审批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自定义，对吧？这些变量呢是一些内置的，也有一些是系统变量，也有一些我们可以自定义字段的那些变量，我们也是支持的，这样可以做到一个灵活的去定义我们的那个审批通知的一个模板，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对企业那个灵活配置的一个功能啊，体现可以贴合自己喜欢的一个场景去设。行，在我们在进行到那个后面 GQL 一些介绍的时候啊，就是支持扩展介绍的时候啊，我们给小伙伴想发第二波福利了啊。第二波福利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小小的问题，可能就比较简单啊，只是。考虑看一下小伙伴们的一个记忆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 Jira 工作流啊，通常会包含3个独特的要素，那3个独特的要素分别是什么呀？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回答哦。就是在刚才提到的 Jira 的工作流通常包含3个独特要素，分别是什么？哇塞，这个可以重复拿奖的吗？这个莫一同学真的太厉害了啊，回答完全正确哦。还有 brain 也可以哦，也是对的哦。OK，就是这3个独特的要素，通常是由状态、转换以及解决结果来组成的啊。那我们继续我们下面的话题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啊，我们的审批可以设规则，可以去简单的通过点击去审批，也可以去收到这个审批通知了。那么其实还有一块啊，就是说如果审批的东西特别多啊，我们的流程非常复杂，而且我们这个岗可能是有一些岗位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岗位，它可能需要每天审批很多很多的那个流程怎么办？他可能进去他不一定找得到啊，对吧？哪些东西要他批啊？哪些东西要去找哪些人批啦？还有哪些人没批啊？他要去看这些怎么办？
那我们这款插件其实也扩展了一个 JQL 来方便我们去搜索到这些东西。为了干嘛呢？为了让用户更快速的定位到我需要审批的，以及哪些待审批的、审批通过的这些东西在哪，我们可以迅速找到并且去做，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是不是？否则的话，我们人为的一个一个去找，或者搜关键词去找，其实很累的，对吧？可能不符合我们的业务要求。我们的业务要求可能是，第一种情况，等待我审批的，这个是用的最多的了吧？就是说我可能需要登录到 Jira 里面，看一下需要我审批的哪些，我啪一去操作就好了，这是最多的。第二种可能是说等待指定用户审批的，那我们要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板，然后哪些老板待审批的，目前还待审批的这些状态输入一下这个函数，这个函数，那就可以去搜到等待指定用户审批的一些 issue 了。还有一些我们通常会去统计，可能会事后去统计也好，或者去查询也好，某用户审批通过了哪些的 issue，可能也会用得到，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审批通过的和审批不通过的这两个都会去看一看，对吧？哪些用户拒绝的，对吧？审批没通过的 issue 有什么？还有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创建的，是由我创建的，然后呢，目前待审批的一个 issue，那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可能我要去发一些提醒了，这就用的比较多了吧？因为是我创建的，目前还在待审批，可能我要去看一下哪些我就要去催了、催办了这种情况。那后面还有很多就是前5种可能是用的最多的情况了。那我们分别看看演示一下它是怎么去操作的。就第一个，我们等待，就是去搜索一下，等待我要去审批的一个 issue 是哪里呢？我们直接在那个 JQL 的这个搜索框，我们平时的那个搜索框点一下高级，就到了我们的可以使用 JQL 的这个函数，直接用我们这个扩展的 wait approval for me 这个函数 issue in wait approval for me 这个函数，这样一下点击搜索就出来了这还有3个需要我审批的，我啪一点到这个面板，小手一点结束。有没有发现3秒钟把我们要审批的东西都处理完了，是不是很快？好，那么刚才就是说最后一个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Jira 工作流进阶的一些用法。在讲这个工作流进阶之前呢，有几个概念是要跟大家稍微澄清一下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进阶配置的用法上面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概念还是要知道的。那第一个是属性，也就是 properties。那么属性呢，在刚才提到的2个要素状态以及转换上都可以去配属性，对吧？我们的状态上配属性呢，我们可以实现，比如说编辑的一些权限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指定在这个状态下只有某些人可以编辑，或者是不可以编辑，因为可能到某个状态可能是这个 issue 就不能编辑了，那可以通过这种状态的属性配置去完成，也可以去进行一个状态的属性，还可以去配置一些经办人，对分配经办人这个动作进行一些控制，也可以说达到了某个状态用的比较多这种情况，就是到了这个状态，我配这个属性我就不允许那个再分配经办人了，这种情况，对吧？这是属性状态属性的一个常用的一个业务场景。那刚刚提到那个转换的属性，转换的属性呢，也可以通过在转换上那根线上面配置属性呢，去填写一些建制对，然后呢，来可以实现一些国际化。比如说我们的转换可能是中英文，可以做这种国际化的一些配置的，对吧？这个也是用的，可能会用的比较多的情况吧。那第二个就是触发器，触发器的话呢，可能它是配置在那个转换这个要素上面的。那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就是说我们 Jira 不是可以很多的工具做集成嘛？假设它和 Bitbucket 这种开发工具做了集成，那么 Bitbucket 里面产生了某些事件，比如说创建了一个分支或者怎么样的一个 event， 那么我们这个转换呢就会自动执行，这样是所谓的一个触发器这个概念，就 triggers 这个概念就通常的一个业务场景。那么下面3个呢是我们在工作流进阶当中用的比较多的情况了，比如说是条件 conditions， 然后验证器 validators， 然后还有我们的后处理 post functions。那我们分别看一下代表什么含义那个 conditions 呢是代表我们这个需要满足条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满足这个条件，只有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做这个转换，也就是才出现那个动作。假设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这个动作就是不会出现。
也就是没法去执行这个转换，叫 conditions。那么的 validators 验证器是干嘛的呢？验证器这3个都是配置在那根转换上的那个验证器 validators 呢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转换之前，我们去校验一下一些项目是不是满足这个验证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的用户是不是满足，我们的字段是不是满足，只有满足了这个验证器，我们的这个转换呢它会成功。如果这个验证器校验没有通过，它会报错，说你不满足什么条件，导致这个转换做不了，这个就 validators。那么我们的 post function 呢也是用的比较多，它是干嘛的呢？它是在这个转换完成之后，状态变更之后，对吧？转换完成之后，我们进行一些额外的处理，是这么一个概念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看一看，我们这个 workflow-wise 也对这些常用的验证器条件以及后处理做了一些扩展，分别是有下面几个吧。那我就挑里面用的比较多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的经常会在业务里面用到的一些，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验证器我们用的最多的可能是校验某个必填字段是不是已经填了，对吧？我们要确保某些字段是不会空的，那么我们可以在验证器这个里面去添加我们 workflow-wise 扩展出来的一个叫必填线校验这个东西。我们添加的时候呢，我们会选到我们的校验项是什么？假设我们选择了这个到期日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在执行这个转换动作的时候，如果是它的到期日是空的情况下，它会报这样一个错误，就验证器没通过嘛，到期日不能为空，对吧？我们实行了非常丰富的，那可能就限制住了，对吧？这个就限制住了。那条件用的比较多的，我们可以设置仅限于那个自定义字段中某些用户可以去执行这个转换的动作，这是条件的一个使用场景用的最多的是这种那么我们添加这个自定义字段中的用户这个条件，并且我们给这个条件选择一个叫多用户选择器这个选项，对吧？假设我们在那个使用的那个实际业务中，我们可能是叫我们只有审批人能看到这个能做这个操作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多用户选择器命名为一个叫项目审批人这样一个角色，是不是？然后呢，我们选择了那个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条件之后这个转换动作那只有在这个叫多用户选择器里面这些选择的这些用户才能够去做这个转换，其他人都看不到这个转换动作。那这个是其实非常做权限控制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业务场景，经常会用。那么后处理的话，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将 issue 分配给角色中的一些用户，这是干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后处理，也就是说转换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分配给角色中的一些用户。比如说我们选择角色，这里叫测试角色，角色一叫 lease 是吧？选择了这个分配角色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转换完成之后就把这个经办人自动付给了某个人。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的业务场景非常非常用得到的。假设就是说我们某一个转换动作需要某一个人去处理了，我们又要动态的去分配，那么我们可以制定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后处理去添加这个分配角色给这个用户，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自动化的操作，而不需要人为的再去转换完了之后再去分配，去点击分配这个经办人了，是吧？可以做到自动化，这样子极大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的还有一个用的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的现场也经常在用的一个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记录这个动作执行的一个次数。它是一个什么效果呢？比如说添加了这个后处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自动计数的一个字段，我们选这个叫 number 的这个字段，我们这是 number。那么它执行了这个转换之后它就会把这个 number 自动去累加。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在做 test case 的时候，我们做 test case 的时候去做那个流程转换的时候，比如说一个 test case 被执行了，那假设它有 bug 了它分配给那个开发人员去修 bug fix 是吧 bug 需要修复，然后开发说我 fix 完了，又提交到那个叫 retest 这个状态。那 retest 之后这个测试发现你这个
bug 还存在啊，或者说又没修好啊，它需要把这个又到那个回到那个状态。那通常我们是需要记录一个什么呢？记录一下这个 bug 的那个 reopen 的次数，是不是？我们会在那个业务中经常会用到吧？像这种场景的话，那用这个记录这个动作执行次数，那就非常方便。我们可以方便的统计到我们这个 bug 和 reopen 了多少次，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场景，也是经常会用的。行，那在做那个其他产品介绍的之前啊，那基本上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呢也结束了。那在这个结束阶段，我想给大小伙伴再分发第3波的那个福利了啊。第3波福利的话，会有第3个小问题问到大家，就是在刚才呢我也介绍了，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工作流进阶的时候提到我们的条件 conditions 和我们的那个验证器 validators， 请问这个 conditions 和 validators 是有什么区别吗？就简单说出区别就好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哦。OK， 啊，乔1点回答的是对的哦。Peter 也是回答的对的。条件是满足条件才能做啊，验证器是校验有效才可以。OK， 好，感谢大家的参与哦。好，行，那我们就今天的主要的分享内容，工作流这一块呢就是结束了。下面就是我们龙志自研产品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自研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水印，包括我们的那个到期日提醒，我们的组织架构，我们的那个工时，我们的那个页面的安全增强，主要是针对附件的上传下载的这些插件。还有呢，我们有刚才提到的，我们针对我们的移动 OA， 我们有企微、钉钉和飞书的一些对接2的对接都有。那欢迎大家小伙伴呢到我们的那个市场上去积极的试用，来提高我们大家的工作效率吧。然后我们的这个产品呀，也是受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客户的一些喜欢以及那个使用情况也概括大致分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些使用。那我们那个龙志有一个小小的愿景就是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些简单好用的工具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到大家提升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以及学习中提高大家的工作和效率情况。如果真的我们的工具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话，我们是非常有那个满足感，也是希望我们对这块我们将来也会越做越好吧。我会做一个自我激励，我们会越做越好吧这些产品，希望能更多的帮助到大家，也欢迎大家后面有机会可以更多的交流及互动及学习。